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a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2024年的下半年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就是下半年你要飞向哪个方向？高维度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2024年的下半年啊，7月到12月本身也是宇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整合的、能量清洗的转捩点。而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我们有可能啊，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发生很多人生上的、三维世界上的我们经历上的转变、扭转，或者说过去的一些需要被清理的事物正在不断的叠加和不断的被净化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维世界非常大的一些转变和突破正在发生。那迎合着这个转变，我们要看一下整个的下半年度当中，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神圣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通过卡牌帮助大家传递需要的讯息。也希望经历整个下半年，我们以及人类和这个三维星球的整体会进入到真正的整合和合一当中。那希望呢，在下半年当中，大家也照顾好我们的身心灵状态，要时时刻刻的记得啊，你们是被保护的，你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会通过光的信号一起来连接，我们之间也是彼此的信号灯。当我们看到周围有更多的人正在坚持，正在为了光而闪亮而成长。那大家也千万要记得守护好我们自身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光的方向和回家的方向，因为我们的旅程和我们的机会，真正的在宇宙当中已经被打开，或者说在这个三维星球当中，我们也正在统合和合一这个能量，所以时时刻刻的都系好我们的安全带，等待奇迹的发生。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一起让我们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帮助大家净化我们的整体能量状态整体的磁场，也帮助大家做一个脉轮的合一、整合和对齐。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我们可以闭上双眼。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呢，做一个能量的调整的同时，也帮助我们按下心神，来连接和感受宇宙的信息。大家可以缓缓的调整呼吸，好，再慢慢的睁开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进入今日的选牌部分。好，在我们眼前呢，从左到右是3副组牌。我们今日要一起来连接的讯息是下半年。好，我要飞向哪个方向？这当中有可能包含了宇宙给予我们的指引、提示，我们的新机会，以及未来一个阶段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我们今日的选项同样是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大家可以根据第一直觉来进行连结。而在我们的卡牌下方也有3颗参照天然石，大家可以连结并开始做出选择。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透明的水晶6棱柱，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水晶石，它的信息，它的频率是否是跟我们相吻合和对应的呢？好，这是我们最左边的第一个选项。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星星萤石。好，大家可以看到萤石的色彩斑纹，好，它是星星的形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水晶石，它的信息，它的频率是否是跟我们相吻合的呢？这是我们中间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那我们最右边的第3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粉水晶月亮石。好，粉水晶的月亮形状啊，我们把它放在这边，大家有可能会更加直接的进行连接。这颗水晶石是跟我们的能量场有感应的吗？它是否符合当下我们的振动讯息呢？这是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的选项，粉红色天然月亮石，因为它是月亮的形状啊。好，粉色月亮。大家可以根据第一直觉来进行选择。那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点开来听取一下，你的信息有可能在这当中，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一个 general reading。 好，需要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好，一颗白色水晶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这个主题是下半年我要飞向哪个方向，高维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同样会通过神谕卡和塔罗牌来帮助大家看一下，在下半年当中呢，我们的整体能量和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宇宙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选到白色水晶柱啊，依照惯例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主牌最左边的第一张啊，大家选到这张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下半年的主要提示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信息是 7，OK， 7号牌啊 ，Sunset， 日落。大家有没有在这张牌当中看到一种平静啊，一种万籁即将聚集的感觉？我看到整个下半年当中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所面临到的一些外界的争斗啊，内心当中的焦虑感呢，将会迎来一个止息啊，因为我们看到女神正在端端正正的坐在我们的一个可以说神圣地点呢，它有可能是一个
海岸边的洞穴啊，然后再看着这美丽的余晖洒向大海。这个时候，很多负面能量都正在被释放和被溶解，而留在这个世界，留在海平面上的，将是永远的平静、永远的美和永远的爱，以及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感受到西洋这张牌啊，我们这套牌它是一套The Oracle of Portals 神圣大门的卡牌，所以西洋它也是一扇大门。我们可以看到西洋的大门，这扇大门呢不是夕阳无限好，马上要进黄昏。相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夕阳到来，我们即将迎接到美丽的星空和夜色的时候，海平面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和注意一下，在未来半年当中，宇宙给我们的层层提示将会指引我们去做一些新的选择和安排。而当下这个时间，有可能宇宙正在保护大家去躲过一些风浪，保护大家在安全的状况底下去运营和支持我们的生活。有不少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整体的下半年当中，你们会重新找到内心的平和，也会呢在生命当中找到一个稳定的平台和稳定的时期，去发展你们的生活、你们的事业，也包含了你们的灵性和情感上的提升。我看到在这个牌里边有一丝情绪正在渐渐的蔓延对于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来讲你们有可能在当下有一种就是鏖战了很久，然后你们需要一个阶段的止息你们需要一个阶段的平静。有些朋友是你们内心当中呢接受了一个阶段的可以说是磨砺可以说是冲击而当下呢又重新回归了平静。所以在下半年当中会有一种风浪平静，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的整体能量和业力将会被重新的整理完毕。我们有机会去面临到美丽的夜空、美丽的星空，重新呢打开我们的顶轮，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连接。那下半年也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去固定下三轮的时候，去 grounding 的时候，所以有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在下半年当中去稳定你们的事业去平静的享受你们的生活。宇宙也给了你们非常安静的，可以说是安静和安全的空间，安稳的能量场，去支撑你们当下生活和灵性上的探索。好，西洋这张牌也代表了有很多朋友你们当下在面临的一些冲击问题冲突将会得到一个解决和止息，你们将会休息下来。有些朋友如果打算是转换工作离职一阵子，休养一阵子的话，起码在精神能量上，你们的内心是安全的、安稳的。你们有可能是脱离世俗的，或者是脱离一个让你们产生巨大的震动感、震撼感的这个漩涡一般的轨迹由于在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海洋的深处，我们这扇大门的深处，有可能是我们当下正在所处的空间。而大家可以往外看一下，我们的窗外，我们大门之外，已经被宇宙漆染上了非常美好的、温暖的，而且带有祝福意义的色彩。当我们看到晚霞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期待和许愿美好的明天，这也是一个显化非常重要的时间点。有更多朋友这也是一个你们最后做清理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夕阳的余晖照进了这个海洋中的山洞，岩石中的树洞，就像你们所存在的空间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恰好是光亮来到我们空间的时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光亮看清我们所处的空间是怎么样的，做一定的清理和净化。大家也可以做一些断舍离房间上的、空间上的、你们情绪上的。这是主牌副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卡牌Success 大家会成功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卡牌当中的天宫的信号是一样夕阳西下，我们可以看到余晖，然后这个余晖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已经透出了星空的点点的然后非常具有吸引力神秘感的灵性能量的好一些图腾。
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不似表面这般平静，在你们内心深处是有野心的。你们有可能在下半年会非常直接的去，连接你们的目标，去寻找你们的希望啊，并且有一些朋友啊，在你们这个有可能是长跑，有可能是征战和竞争当中，你们将成功。豹代表的是啊，狩猎者啊，有野心的一个形象，还有就是呢，直接盯住猎物，盯住我们的这个目标，向前冲啊，心中呢其实是一个皎洁的、敏捷的一个获胜姿态。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内心和内在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相互照应和互补作用的啊，这不是冲突，而是一种柔和。你们有可能会用更加柔和的方式去将你们的一些问题处理啊，并且成功已经接近你们的世界。7号这个数字代表了智慧，你们已经习得了过去的智慧，过去一个阶段有可能经历过的成与败、得与失，已经教会了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生命当中的下一个单元和下一个阶段。那我看到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世界也将会重新有声响，为你们的可以说是到来，或者说闪亮登场，重新到来，做好一个安排。所以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当下在计划着在下半年做一个转换，做一个变化啊，做一个变动的话，宇宙也正在支持，并且正在将胜利的信号啊 ，success 成功的信号传递到你们的世界里边。那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有一种正在闷声做大事的感觉，你们有可能呢也正在去重新酝酿着新一个阶段你们的动作啊，或者说你们的行动啊，这个行动连接的是成功。有更多朋友如果当下是啊，我已经佛系了，我坐在这里，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或一些朋友我是有淡淡的一些焦虑呀，或者说忧郁呀，或者说有的朋友是自闭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我们看到女神她是一个自我闭锁的姿势，坐在这里，自我保护、自我闭锁的姿势，这只代表了暂时的一个阶段，你们在进行一个自我的内在疗愈和自我保护啊，自我保护的信念感是比较强烈的啊。但更多的朋友，你们在这个阶段之后，特别是当我们的夕阳要西下，星空要透出的时候，就是你们要行动之时了。我感觉有可能是今年的11月、12月到明年1月期间哦。我们可以从塔罗牌当中找一下信息，好吗？这是我们在主牌当中看到的信号。下面我们洗牌来看一下，第一副牌朋友，你要飞向哪个方向？2024的下半年是为什么做准备的 ？The Chariot。5 of Wands 哈，战车牌权杖5号。好，这边我们飞出来的牌是权杖3号 ，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好，这边我们看到 Eight of Wands 权杖8号的逆位。来继续抽牌 ，Two of Swords 宝剑2号。去抽一下哦。好，这边飞出来了。Temperance 节制牌。要飞向哪个方向呢？第一副牌有 Seven of Cups， 这边我们飞出来的是 Eight of Swords， 我们这边飞出来的是 The Star in Reverse， 星星的逆位。我们来遮挡一下这张卡牌哦。好的。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战士，你们是外表温柔，内在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一种，可以说是战斗系的能量啊。你们是有野心，你们对这个3维世界其实是有一种征战的欲望的。所以在整体的下半年里边，宇宙在帮助我们去止息和平息这些过去式的战斗创痛啊。这个意思就是有很多事情在你们的世界里边将会平息下来，有可能你这一颗一直在源远流长，一直在不能止息的自我保护的纠结的啊，这个心态也将会画上一个尾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下半年你们将重新启程，冒着你们啊，就向着你们最遥远的最美好那个方向进发一步。但2个8号牌代表了有可能我们要试了再试，有可能我们突出重围以后啊，山外还有山。所以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达到一定成就的人。再者就是你有可能并不
在意和并不完全接纳你的成就，你有可能觉得就一般般啦，也没有做得很好啦，我很普通啊，或者说我不喜欢当下这个成就，你有可能在跟着心里边的声音在做一些内在的调和。因为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有2个声音在内心的，有可能一个是偏向于保守，偏向于淡定和温和的，另外一个其实是非常具有征战欲望以及非常好胜、非常坚强的战士。出现战车牌代表了从7月开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就会出现转化很多朋友你们会在远方、外地、其他城市找到机会，或者说你们瞄准的机会是比较远的或长线的。也有些朋友，你们的探索将从网络开始，整个下半年你的转化会非常的立体，而且你会排除万难，你会再三尝试，并且找到属于你最正确的这个渠道和轨迹。我认为你们的尝试其实是有耐心和有策略性的。比如说我在这个职业当中尝试比如说我在这个项目里边，我在跟这些人际关系去打交道的过程里边，去试验一下有没有突破的可能性和空间。我觉得在当下来讲，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看到你们发展这个天花板和瓶颈在哪里的，所以你们其实立志在突破它，有可能你希望是超越自己去做得更好。那我觉得之前如果一个阶段第一副牌朋友是有点犹豫的，是我要不要做，要不要换和更改的话，在下半年里边，宇宙自然而然会帮第一副牌的朋友做出选择。有可能这个选择是被动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行业，我的这个事业要必须发生变化，而我要应声而动作应声而作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主动在寻找机会的朋友们，在整个的下半年当中，我看到你们会经历一个忙碌的阶段，忙碌的6个月，而最后呢，你们的机会将会在远方，或者说在其他的行业，在你们正在去畅想的这个未来里边产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做选择和做准备的阶段，而宇宙将带第一副牌的朋友去干嘛？接近胜利重新接近胜利，而不是我们在蜷在一个角落，我们可以去佛系，可以去过度淡定和默默无为的。因为我们的人生和这个红尘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场和试炼场，我本身在这个地方就在进行了我们不断的修行和试炼。所以当我们去选择放弃修行和试炼的话，唯一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要去通达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报，接近完全的一个修行者状态，不然其实这代表的只是一种停滞罢了。所以把这个信息送给第一副牌的朋友是，当下如果你们在做一些选择，也不能选的话，未来2到3个月，宇宙会给予你们非常多的机会去做突破和试炼的，你们需要去把握住这些机会。如果1次2次没有的话，宇宙也会纷纷扬扬的把这个机会再重新投掷到你的世界里边，直到你醒了，直到你愿意往前去走这几步。也有一些朋友呢，在心灵的深处，你们在寻找非常深刻的疗愈，你们也在去通过疗愈选择什么是你们需要的。如果之前一直恶性循环和逆向循环的一些关系合作工作状况，你们都会将其清理出你们的世界，所以你们的世界将会重新的干净、清晰和充满氧气。所以在下半年里边，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将重新的可以运筹帷幄，也有机会去获得成功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是不是有点绕？你们是有概率成功的，但是你们需要反复的再三的尝试一下。这有可能也是你们开动智慧、开动脑筋，有可能是你们在完成功课的某一个阶段，而宇宙呢，需要你们去为此做出一定的转换和行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Major Arcana 大牌有战车牌，有 Tempest 节制牌，有 Star 星星牌，代表了其实很多朋友你们是很耐心的人你们做事情其实是一旦决定了会去坚持的人。那一旦让你们去按下暂停，按下这个刹车键踩下这个刹车键，对不对？你们其实也需要一个阶段去缓冲，而这个缓冲的阶段其实在这之前的2、3个月其实已经到来了。在当下如果我们在做缓冲的话，我们要眼观六路，看到前面一个广阔的空间，哪里边有路，哪里是危险的，它的信号灯是红色、绿色亦或是黄色的，好吗？那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是第2排的朋友是黄色的信号灯稍事等待一下，马上信号灯就会变成绿色，你们也将会畅通无阻。我们再看一下在
补充的方面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好 ，Four of Cups， 这边这张牌呢 ，The Hephaestus Universe， 逆位的女祭司牌。这边我们看到 Three of Swords， 宝剑的3号 ，Ten of Pentacles， 金币的10号。有些朋友有2个信息，一个是原生家庭让你们是比较累的，有可能有一些家人需要你们的照顾和照应，有可能呢，因为这一些琐事拖慢了你们的进程，你们在整个的这1年里边会觉得做事是比较慢的，你们需要去突破的一些土星的课题吧，因为今年我们土星、冥王星都是课题啊，给我们全人类啊，也是我们的共业，我们必须要集体的去清理和集体的去转变的。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心痛的点呢，有可能在于家庭、原生家庭，也有可能一些朋友他是你的后代，有可能他是你的小孩，有可能是你的婚姻关系、承诺关系等等。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们越容易是情绪用事、感情用事的。有些朋友这个关乎于你在情感里和工作里边的平衡和抉择。所以更多朋友就是宇宙给予你们什么，有可能在当下你们都很难去接到，因为你们需要一个机会和时间去清理啊。我们看到这2张牌有没有很像啊 ？By the way， 我们看到一个美人鱼啊，是有没有是这个小朋友的守护指导灵，然后旁边有水在向下流，然后指导灵呢再将一个圣杯递到小男孩的眼前，那小男孩只看到了3颗，并且这4颗有可能都不是他想要和想选择的啊，不知道该怎么办。而这个时候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创伤性的应激反应啊，比如说我有点累了，我有点受伤了，我要抱住和守护住自己。这2个形象有没有一样？这是童年的你，或者说这是内心小孩的你啊。而很多朋友其实你们的外在也差不多，我们看到这个水它其实在向下流，这些水其实是代表了给予你的进化，你是接近进化的，你是接近高维的信息的，甚至你有可能被宇宙安排到了一个能被保护、可以被修养，然后可以被照料的地方，因为你的指导灵在你的周围非常的爱你。但有不少的朋友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是进退有一点尾骨的和无动力行动的，没什么动力，有可能会有很多情绪在越圆越深的时候，让你们感受到非常大的一种冲击，你们的心轮有可能经历了非常大的震动，甚至是伤害，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愈合的伤口在裂开，但是这个阶段其实是固定的，有可能呢，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你们需要耐心和稍安勿躁来看待自己当下所经历的各种情绪以及情感的转变。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发生变化，之前你们喜欢的、你们热爱的，然后你们感兴趣的人事物包含了感情对象，有可能当下都让你们有点提不起兴趣，而整体的未来下半年是帮助你们去清空这些有我们说爱取有嘛，我们爱一个东西，我们去取得它、拥有它，然后呢成住坏空，最后是消失，最后有可能是失去或者兴趣不在，它会渐渐的消融，好吗？所以我们取得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多，就像这4颗圣杯一样，我们有很多东西，很多宝藏。但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否想选择？那在未来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会有一种背离一些传统的规则制式，你们有可能想要去跳脱出之前的一些框架，所以教皇出现逆位的时候，你们会追寻和遵从内心的感觉以及热爱。你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想要去淡淡的、默默的离开一些人事物，有很多朋友你们会保持一定的沉默、缄默，你们有可能在当下再重新为自己寻找机会。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星星的逆位在上方，也代表了如果不如我们所愿的话，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的调整，宇宙会为我们重新安排机会，让你们去破局我们看到牌尾这边是宝剑8号、权杖8号，有没有？如果这依旧不是你想要的，宇宙非常爱你，会继续的投掷你需要的能量，你需要的机遇。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你会得到很多简讯你会得到很多联络呀，有可能是工作的机会，有可能是甚至感情的、人际关系的，让你去往前看一看的机会，只要你抬头就可以接到它。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将飞向哪个方向，这完完全全是你们可以决定的。但是宇宙的导向是让你看到新的机会，让你看到你其实是值得拥有和拥有东西是非常多的，并且你可以在这当中去选择你想要的，取得成功。第一副牌朋友会问，会有我想要的吗？比如说感情，比如事业，会有我想要的吗？会。
因为可以明显的看到你对于这个三维世界依旧是有兴趣的，你没有说我真正的厌离了啊，一阵子有可能是厌离了这个红尘，我有可能淡出了，但是呢，重新出山的时刻，对于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来讲即将到来。我看到是7、8、9、10这几个月份呢，当然在整体下半年7到12月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你们会弹出来，你们会从当下三维这个状态里边弹出来。比如说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内卷的公司环境、企业环境，你会让自己弹出来。不是你被 fire， 你被辞退，不是说你们在被淘汰，相反的是你要看到权杖3有新的机会，而且是你之前许愿和显化的新机会已经默默的降临到你的世界了。这一切有可能正在慢慢的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但是你们需要的是 surrender， 放弃掉这种我要挣扎的征战的想法，而是接纳。接纳过后，你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来得太顺了，而且你们有可能会意外的接到非常好的机会和消息，这边会有一种奇迹出现、惊喜出现 miracles surprise 这样的一个消息或这样的一个情境将会出现在你的世界。如果你们在期待的是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在意料以外的，你们将会得到爱。我觉得其实你们得到了很多的爱，你们拥有很多的爱，但这是不是当下能够去治愈你的那个心轮的点的？是不是可以去止息你当下的这个燥热、烦躁和不安的？我们说五蕴之盛嘛，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时时刻刻煎熬我们，从我们生的那一刻开始到我们离去那一刻我们在这个三维投影和旅行吧、旅游吧，始终要在这色受想行识看到、听到、触到、尝到、感受到里边不停的周转，所以这个里边会让我们燃烧，让我们有一种被炙烤的感觉有的时候是被大雨冲刷的感觉。但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这只是一个绝兽罢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绝兽，其实外界没有什么会让你失败，没有什么会让你落败的，有可能只是你内心当中所出现的一种跟大环境、跟众生吧，众生共业和共频的一个感受罢了。这个感受不是高频率的，它有可能是中频率偏低的。而你们如果想要去跃升的话，你们需要调整自己，集中注意力，瞄准一个目标，把你们的频率调整到一个高的状态，不要被周围的人所影响，不要被周围的事情所影响。在个人的健康方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注意和注重到你们自身的情绪和那个郁结在哪里。解开这个结，有可能就是你健康的结，因为我们呢，健康的结的解开，因为我们看牌都是在灵性的层面当然需要我们一再在说需要就医需要正常治疗或正常的去调养我们身体的朋友，按照正常的规则和方法好。但是在灵性这边呢，给我们的加成就是，如果说生气，如果说焦虑、沮丧、孤单、失落、失望感、愧疚感负罪感、愤怒等等，都是一个郁结。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下半年的这未来3个月是你们打开郁结的时候。当你打开它，有可能你的一个病灶、你的一个不舒服、你的皮肤、你的身体发肤的不爽快等等，都会剥落，随之改变，而到你们世界的其实是新机会和新的生机。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朋友，你们的细胞正在发生一个剧烈的变化。对，当我们有感受的时候我们其实正在扬升。随着这个地球接近5维度的转变，我们人体的内部其实正在被巨大的感觉是扫描，然后有很多的细胞正在变化。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人类已经在这几年里边接触了我们病毒接触了很多三维世界这个自然环境的我们的空气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细胞自然而然在变化。有些朋友会觉得我的身体在弱吗？我的状态在不佳吗？相反，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只要你可以坚定呢这一点，不管是灵性上的，还是你的个人追求上，还是事业和感情上的，只要你可以坚定这一点，你就是可以定下心神并且超越自我成功的人。所以健康也随之会被打开。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活动运动，可以去舒展你们的筋骨，然后还有就是也去敞开你们的心轮，广阔你们的心胸。有很多问题将在这个阶段被动的解决，就你们不需要主动的入手，不需要通过你们的双手解决，而是被宇宙解决一切的在循环渐进。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权杖的2号，很多朋友你们的方向是新的，你们有可能会去新的城市、新的国度、新的地域
你们可能在新的行业里边探索自己。这个地球在你们的手上，去哪里呢？你们都拥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和雷达。宝剑国王呢，代表了还有 Page of Wands 啊，你们其实也会受到一些贵人和长辈的提点，或是祖先的提点。你们拥有这样的一个风向标，有可能一个指南针已经在你们的手上了。所以说这个新的方向呢，本身你们其实是有所感应的，有所感召的，而且未来的2个月当中，你们是非常容易去做这样的一些动作和变化。这2张牌很像，没有 Strength and Success， 2只大猫在这边啊，让我们看到力量的女神。也就是说，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将成功，你们在事业上也将会有一种傲视群雄的一旦你们不出手还好，一旦出手了，其实是会让众人惊艳的，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些朋友你们将会收获真爱，我们看到这些玫瑰在我们的力量女神周围。我们力量女神值得一切，好吗？拥有一切，她可以降服猛兽，她可以跟这个大地、跟这个森林成为最好的相互依赖的伙伴朋友，也可以拥有她想要拥有的丰盛、富足、爱与美。所以我们看这2张牌有没有差别太大了？很多朋友你们将会走出你们的这个小空间，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你们将会走向舞台的中心，所以宇宙也将会包容和支持你们在未来这2到3个月进行探索。有更多朋友这个牌代表你们就是无限成功的，找到你们那个成功的 web， 找到你们那个节奏找回你的节奏，你们的一些随心所欲的或突如其来的尝试将会引领你成功。看一下看一下情感上呢，我们又出现了 Four of Cups， 这边是 Five of Cups， 我们遮挡一下，圣杯5号、圣杯4号、宝剑1号。好，宇宙在鼓励大家做一个清理和断舍离。如果当下这个感情让我们拉扯，让我们比较心累的，有些朋友就是干脆我佛系了，我放在这里，都是 OK 的一个举动啊。那在未来的3个月过后，尤其是11月到12月之间，有更多朋友你们将收获感情上比较好的一个信号。但在这之前呢，一些朋友你们在经历的就是蜕变，有可能你们无法去掌控，无法去操控，无法去改变的一些事件，让你们学会了如何 surrender， 如何去臣服，如何让它变成它的样子 ，let it be。当它变成它的样子的时候，宇宙会包容和祝福你让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我们想要的样子从来都不是通过我们的双手去扭转它，大力扭转这会让我们非常辛苦，让我们的身心灵俱疲，甚至是碎裂。很多朋友是接受宇宙给予我们的改变，爱你的人将会在这个风浪当中渐渐的浮出他的身影。好，我看到一些朋友在情感这件事情上，你们可能经历了分手，经历了很多纠结和变化。你们在感情里边4号、5号、6号牌4号的圣杯、5号的圣杯、6号的权杖，都是让你觉得不胜利的，都是让你感觉到不满意的一些回忆。有可能你们在清理的时候，最近大家在主动被动的做清理在回忆里边感觉到的也并不都是让自己舒服的、安全的、快乐的。但是在这个阶段过后，很多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重新的信任爱和感受爱，而非常强而有力的对象，或者说你对象将会从当下一个无力状态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状态。我认为其实你们在被爱着，无论你们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基本上你们需要加以时日去让对方解决他的一些问题。而在这个 Page of Cups 出现的时候，有可能在10月尾到11月未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3个月当中，有一些爱你的人他会悄然的站在你的周围，让你看到他，或进入你的生命，以及呢跟你之间有一个感情上比较好的调和。所以当一些暴风雨过去，我们会看到什么是真实的，而比如说虚假的或一时之间的假象将会被这个风雨真正的冲散留在我们心中的是经验，是一些存留的能量，我们需要将它一一整理。所以在感情上也是鼓励第1副牌的朋友做一个整理的期间也需要一些朋友你们去摆脱掉一些旧有的模式如果是让你们觉得非常具有情绪具有冲击感的反复的让你非常心累和疲惫的人，也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断舍离，或者说你和对方要相互的讲清楚和整理清楚这个问题。那宝剑3号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怎么了？金币的5号 Eight of Cups，
有一些朋友啊，这是多角恋情，或者说你们不是不相爱的，但是现实条件不允许你们往前去发展，比如说经济啊，比如说距离感呐，比如说异地啊，或者说有一方在长期债务的状态里边。所以在下半年里边，很多朋友你们需要给予对方以时间去整理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你的，好吗？更多朋友宇宙在鼓励你们去看一些新的选择和选项，因为呢不由自主的，很多朋友当你们能量受到了整理啊，或者说你们在自身去清理你们的能量的时候，你们将会在频率上回归一个正轨。所以 Wheel of Fortune and Page of Pentacles 啊，这边我可以看到 Knight of Pentacles， 也就是说你们的祖先和指导灵将会把你们的缘分以及正缘带到你的身边。具体的时间我看到是未来3个月，或者让你的缘分顺利起来。如果是一些逆向的，让你觉得非常疲惫的缘分，它也会在当下这个阶段被洗礼。一些朋友已经说我已经分手了，或者说我当下不得不去接受一些什么啊，这就是一个时间点了。所以很多朋友你们可以抓住这个时间点，为自己呢做一个能量上比较大的整合，去振奋自己，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你们将会是胜利的，也将会是独立的，你们将会是让很多人瞩目和赞赏的。还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异性缘啊，同性缘也算啊，桃花缘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在下半年里边要看你们要不要打开这个大门。而很多朋友，我觉得在未来3个月过后是会迎来重新恋爱的机会，或重新面对你们生活的机会。如果是稳定关系的话，也会面对你们之间这个不管是工作、财务还是客观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顺，两个人有可能也会打开你们的心结。下半年里边呢，宇宙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保持淡定啊，保持沉稳和保持耐心。紧接着就是不灭的是你们这个胜利之心啊，这是你们不败的火焰，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了和忘记了你有一团火焰在心里边。那宇宙也在指引大家在未来这个阶段在事业上做比较好的一个整合，甚至很多朋友是在转业的这个岔路口吧，在看机会在什么时候会到来啊？看一下第一副牌朋友，看到是10到12月啊，有些朋友会说太晚了，现在是6到7月，已经是一个要火烧眉毛的阶段啊。这就是大家需要转型的时候了，往往这个时候就是你转型成功的一个 sign， 一个信号就已经出现了。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什么是让你觉得不公平的，什么是你付出了很多还没回报的，再坚持一下，再展望一下，再突破一下，千万不要忘了在这个过程里边去做一些创想，做一些尝试和做一些甚至是小冒险呢。这个要看大家目前在做的是什么啦。如果是投资啊，如果是一些资产的运作啊，一些小的冒险，或者说你们在等待暴风雨的过去啊，然后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你们会发现你们也会掌握拥有财富和机会的智慧。有个别朋友你们会通过这个转换，拥有非常高的一个平台去展现你们的智慧以及你们有可能会帮助很多人哦。一些朋友宇宙也在提醒大家，你们可以去尽量的做一些布施。当你们自己无所适从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先从自己这个游戏界面当中退出来，帮助一些你周围的人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可以陪伴呢，你可以去简单的在能力范围之内呢做一些捐赠募捐或者说你也可以去通过法布施的方式你可以去将善的智慧、宇宙的高级智慧、你所信仰的宗教智慧传递给周围的人。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安慰大家等等，这样的一个布施达成了之后，有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会回归到一种平静，并且潜在意义上来讲，你的工作有可能会遇见巨大的突破所以宇宙在鼓励大家做一些善事积累一些福报在这个地方第一副牌朋友，你们的福报其实是挺厚的，但是呢在显现的时候，在触缘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到福报嘛。所以在事业的突破上呢，很多朋友为自己铺路了，而下半年里边这个铺路是需要得道者多助需要更多人来帮助和支持的。那这个时候你们也可以先去通过帮助他人的方式入场，通过帮助他人的方式展现你们的魅力，展现你们的才华和希望有很多朋友在10月之后，你们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姿态，因为当下我们是刚刚来到夏至嘛，秋分的时候吧，应该是未来3个月过后能量会越来越集中，所以其实这个夏天是我们的能量在
洗礼的时候啊，在无数次被洗礼的时候，那大家呢一定是绑好我们的安全带，还有就是你们被保护的，所以你的一切转化都将是成功的啊！将这个信息送给第一副牌的朋友。那在星座上呢，看到啊，巨蟹、射手、火象星座、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啊是比较多的。当然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些风象星座、水象星座的出现啊，星座只是一个参考，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下半年你们将要飞向哪个方向？你将要从你的空间当中飞向成功的方向了。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场景突然转化，我们有这个哆啦 A 梦的转送门啊，一转眼我们就到了成功，这是一个过程，你们必须要经过它。这个过程会有一点需要不断的尝试和突破，但是试一试的过程里边，你们自然而然的就掌握了，有可能是谷底翻身的，有可能是在惊涛骇浪当中握好你的船帆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技能啊，这个是你们在当下的定功啊，能够定下来的功力啊，所以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去休息一下。宇宙将这个机会送给大家了，一定有它的道理，而且你们呢也将会迎接到你的下一个辉煌的阶段。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神谕卡在告诉我们什么啊？第一张牌3 in Capricorn， 我们看到摩羯的太阳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摩羯座的时代啊，在渐渐的过去，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智慧经验，也包含了高维的智慧，远古的经验，留给我们的很多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所以当太阳又出现在摩羯 status， 你的状态，尤其是10宫是事业的宫位啊，你是否能够沉稳的来面对当下你事业当中的变换，是否能够拥有一个格局去扩大它。我们看到这个金字塔的正中间，好，太阳正在发挥它的功效，这是什么？这是宇宙的最高级的法则和智慧正在给予我们信号有没有很像这个塔？有可能一个女神啊，你啊，或者说一个男神，你正独自的躲在这个空间里边，但是在另外一个反面来讲，你的反面啊，太阳正在上升，太阳呢正在发亮，不管它是朝阳还是夕阳，太阳是永远的，对吗？太阳在我们的星球里边有日升月落，我们的因为地球在围着太阳转嘛，公转加自转。但太阳它是永恒的，所以在这个3 in Capricorn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落的太阳。这是什么？是宇宙的法则，是我们在努力过后可以得到收获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也是我们永远的智慧啊，积攒的智慧。所以 work diligently towards your goals 我们可以认真的、精细的去耕耘和耕作，为了我们什么呀？我们这个不变的目标嘛。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事业挂的。如果一些朋友或者说我的事业停滞了，或者说我其实是一个挺感性的人啊，我其实是一个随性的在创作和面对生活的人，这也是你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三维世界活出你的状态。这个牌代表了太阳来到摩羯是在2025年的1月，你的世界将会重新的拥有巨大的光亮，甚至你的太阳将会来到一个正午的时间点。所以这半年里边，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说，你将会重新迎接到坚定的胜利。我看到像是王朝一般的胜利啊，像是加冕式一般的胜利，所以你们将会再次胜利的啊。如果在这个夕阳无限好的阶段，你们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宇宙会给你们机会。但是你们在整装待发之后，飞向的是一个胜利的和全胜的状态。你们是，我看到有些基本星座比较多的朋友啊，摩羯、巨蟹、牡羊座、天秤座，你们在当下其实在经历的是三维世界最大的一轮挑战，就是如何去让三维世界保持它的运作，保持它的状态啊，不让它脱轨。因为我们看到当下这个状态里边，千人千面，每个人在不同的变化里边在着自己的想，所以其实你们是维护规制、制定规则，并且去稳定这个三维世界非常重要的一类人。第一副牌的朋友很适合做 leader， 很适合做 boss 啊，你们很适合做这个领导者，适合做老板啊，你们也适合做优秀的领袖啊，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目标在哪里，然后呢，精细的去耕耘啊，然后突破几次尝试。我看到有些朋友尝试了2次、3次成功了啊，你们会成功，好吧？第二张牌我们看一下啊，这个
吸引力法则，我们积极的吸引力的卡牌在告诉我们什么 ？A law of positivities 啊，好 ，law of positivism， 好，积极的吸引力法则信息在告诉我们什么？第13号 ，I release negative thoughts about myself and my life。好，我释放掉对于我的生活负面的想法，也包括对于我自己的。对于你以及你的生活，你的想法需要调整到一个正向的合一的状态。我们看到这个脉轮在合一有没有？尤其是太阳轮和星轮需要被治愈。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看到好多光有没有？这边太阳的光，这边我们看到太阳轮的光，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可能是一轮赤月啊，有可能它是一轮红色月亮。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向下的好日落的，那也是红色的太阳，对不对？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有没有13号牌代表了你的内在学习、你的内在转化和你的智慧的达成。我们看到这个远方的背景啊，它有一种王城的感觉，有没有？跟这个背景其实非常相似啊，有山河，它在一个神圣的地点啊。这边呢，这神圣地点背后有可能什么金字塔呀，高度的文明啊，宇宙人呐，我们人类智慧的起始啊。本身是宇宙的播种啊，宇宙人的播种，所以说我们的智慧就是宇宙人的智慧。我们基本上这3维星球啊，既有原住民，也有更多的宇宙人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什么，我们必须要释放掉负面的情绪和感受，我们不能自我苛责，我们不能伤害自己，或者说否认自己这些负面的想法。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负能量嘛，你们要把它抛出去。当这个能量被清理的时候，你们就有能量去站起来了，也有能量去接受新一轮的成功和成就了。我看到你们还是一样，你们是制定规则法则，你们是走在路上可以去闪光，你们可以去帮助和照耀到非常多的人，所以你们不能啊。第一副牌朋友，你们的格局一定是在不断的打开的，从只有你的一个空间，你要走到舞台的正中心，你需要真正的释放。这个牌里边的这个光斑也代表你和太阳，你和高维度的一个合一。更多朋友在下半年，你们需要整合你们的脉轮并且呢，调整你们自己的身体，在一个健康和积极的状态。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运动，或者说拉伸，或者说是提升营养的提升，营养元素在你们身体当中的整合和提升，这也会帮助你们这个合一呢有效快速的到来。祝福第一副组牌朋友在下半年当中迎接胜利。如果你们现在就在战役当中，你们现在就在这个竞赛当中、竞技当中，你得到的将会是成功和胜利啊！你会站在这个领奖台上，但同时这里边有可能淬炼我们的是心态啊，然后我们不要被负面的能量和我们不被自己，也不被我们不被宇宙搞心态，好吗？因为宇宙永远在帮助我们的是做一个胜利者的调整，这是一个对的安排。所以祝福大家，也祝福大家在整个的下半年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是一切顺利的，然后去合一我们的智慧，合一我们的5维度的高频率的信息和能量，并且将更多的需要传递的智慧和经验带到这个星球。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接近最高程度的胜利和荣耀，宇宙在帮助和照耀着你们。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再次的祝福和感恩大家来到这则影片，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2副组牌一颗星星萤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2024的下半年，我要飞向哪个方向？高维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会通过神谕卡和塔罗牌连接信息来传递给第2组的朋友们，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取得需要的讯息。好，第2组牌的朋友星星萤石，首先我们依照惯例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大家在下半年当中是怎样的一个能量状态？好，我们揭晓了8号牌 Ascend 上升。很美，有没有？我们看到一位穿着白色礼服的女神正在星星的栈道上向上去走。好，我们的这个头顶上呢有着水晶的星星吊灯感觉它应该是走向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宴会，非常高维度美好的空间，有可能是它闪亮登场的时间点要到了。那我们在这牌当中看到好多星空和星云配合着我们的这一颗星星萤石。第2排的朋友
你们是和星星有缘分的朋友们，很多朋友你们是 Star Seeds 星际种子。在这个牌里边，宇宙在恭喜和鼓励大家，你们已经完成了一个注定阶段的上升，而在下半年当中呢，你们的路只有上升，也就是说，你们已经获得了上升的门票和入场券，跟高维度进行合一的同时，你们的智慧在不断打开，从头轮到我们的三眼轮到头顶轮，正在散发能量，并且你们有可能正在高维度的境界里边获得更高程度的扬升，并且马上就要受到嘉奖了。这一张卡牌也代表了在下半年里边你们是怎么样啊，上升啊，所以说有可能你们的事业、你的整体生活质量状态、你们整体的这个可以说是身心灵的稳定状况，内心的能量场都在提升，有一种王者归来的感觉。在这个牌里边也能够感受到，有不少朋友你们会得到星星的宇宙的指引和信息，来帮助你们去取得进一步去提升自我的空间。所以说有可能会有一些合作，会有一些工作的机会，以及你们的一些创想会在下半年当中被点亮。宇宙都是支持大家去完全的做回属于你的色彩，以你的方式向上去寻找，向上去探索和突破，并且呢，我们就怎么讲呢？只有这一条路嘛，我们飞向哪个方向？我们是飞向一个上升的方向，飞向一个闪光的方向，还有就是一个重新飞回舞台中心，做这个 superstar 做这个超级巨星的方向。我们都看到这么多星星了嘛，这是我们的主牌8号牌其实代表的是可以说是过去式的福报和一些积累。那8这个数字本身它也是一个在学习在经历的数字，也在指引我们去收获财富8本来横过来是一个无限的符号，有没有？所以很多朋友还是一样，你会觉醒你的高维智慧，并且在下半年度当中去更高程度的运用它。有些朋友你的高维智慧已经觉醒了，那这是一个你在扬升的过程里边去合一和体现自我的过程。话说到这里，感觉到这边有一个星星的栈道，配合这个吊灯，有没有像一个9的数字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感觉倾泻下来？那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在整体的下半年里边还是一样9这个数字是 master number 大师数字，3个3是9，所以呢，我看到你们有可能在3维度当中会遇见这种合一3位一体的合一你的身心灵好，你的集合式的能量会向上蹿升向上提升的非常的彻底和突然。有可能你们会接到你的扬升大师和指导灵的重要的信号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灵性修行也在面临着非常大的一层突破，或者说你们在马上就要得到一个巨大的奖励，然后你们正在去酝酿它和筹备它，继续我们看第二张牌，刚想说keep going， 那我们第二张牌呢是 going forward keep going forward 继续向前呢去打开你的视野，向前走往你的这个方向去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神她如果向上走，她看到的方向和风景是什么？立体和就是说落到3维世界这个影像是旷野，一片旷野。然后这是一片已经被整理好的垂直的这个栈道和路径穿过这个田野会有可能去到新的城市、新的国度开展一个新的生命旅程。那我们在这边看到有朝阳正在升起穿过了黑云并且正在将阳光重新洒向大地。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这一组里边呢，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你的世界将重新的去焕发光亮，你们有可能也会就见光嘛，也就是说很多你们当下正在去运作的事情，你们正在去等待的机会，你们将会在下半年当中打开。然后你的舞台是非常广阔的就像人生的旷野一样，有可能你也会去体验这个广阔的世界给予你的爱，有可能你们会打开旅程，会去到更多的地方。有不少朋友，这其实是你的心灵的回归之旅，你会回归到你的家园，并且在你的家园当中得到最大能量和最大限度的，比如说我们在修行我们智慧中的真相，宇宙的真相也包含了这当中的很多我们可以去运用的高级智慧，来帮助我们呢去显化我们的成就，也去帮助和引领更多的人。所以继续向前走上升并且向前走，你们会
突破当下的一个瓶颈和某一个节点，并且呢，我看到第一副牌朋友你们是没有上限的，8这个数字代表你的上升没有上限。什么时候如果你有一点累了，或者说我需要休息了，我需要 take a break， 那我们就休息，我们就在旷野当中徜徉一下，晒一晒太阳，我们去呼吸一下草地当中新鲜的空气。但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一直在不断的自我突破，而且其实你们是非常闪亮和具有特别能量的星星啊。我看到你们周围的这个 aura，淡蓝色、淡紫色、深蓝色啊，是宇宙的小孩。第一副牌的朋友，这种突破其实也是一样啊，在你们的领域当中没有上限啊，或者说你们会走出一条属于你们的真实的星光大道，星光璀璨。好，下面呢，我们来抽一下我们 tarot， 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详细信息是什么？我们将飞向哪个方向？第一张就是 Judgment 哦，第一张就是审判牌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方向是什么？第二张 Justice 正义牌，看一下啊，我们将飞向哪个方向？宇宙在给我们什么样的卡牌？我们抽一下啊，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好 ，The World 世界牌怎么全部都是 Major Arcana， 全部都是大牌啊？我们再洗一下啊，这卡牌是洗好的哦，就是它的顺序一定是打散的、打乱的，所以这些牌又差不多顺序的一些牌集合出现呢。首先第一组有很多祖先和指导灵在你们周围，就在当下，所以说我们的卡牌里边会体现出非常多积极和正向的讯息。这边又是一张 Lovers and Queen and Two of Wands in reverse 啊，恋人牌的逆位，权杖2号的逆位。我们继续来看一下Three of Swords 宝剑3号的逆位。让卡牌自动的飞出来，好吧？你就来帮我们进行选择。这边是 Queen of Cups 圣杯王后牌，好，这边飞到手上的是 The Sun 世界牌。好，我们看的 Fool in Reverse 逆位的愚人牌，我们再选这张好了啊。Five of Cups 圣杯5号的逆位。哇哦，第二排朋友，你们的这个信息很 powerful， 非常有能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数一下，1、2、3、4、5，10张牌里边，我们飞出了6张 Major Arcana 大牌。你们其实在突破一个非常固定的课题，而且有可能在当下这个阶段6到7月，有些朋友还是会感受到有一点压抑和不是滋味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你们本身对于这个大地和宇宙有着非常高级的高频率的爱，而当下在这个时代有很多飞跃式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变化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其实在首先整理的是心轮，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当中，你们这个爆发力和潜力呢都已经集结了。但你们需要的是这个闪耀自我的机会和打开自我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呢，将会在下半年当中，尤其在10月开始正式的来到你的生命里边。有一些朋友在之前有可能不停的去探索呀，去抓机会呀，去试炼，甚至是去尝试，但有可能在不太对的时间，宇宙始终会让我们在一个需要稍安勿躁、按捺一下的状态。我们从这2张当中看到了有冥王星和土星的存在。那我们知道今年冥王星和土星呢，首先在换座，那还有就是呢在逆行啊。我们的冥王在今年也是非常忙碌的感觉啊。土星也是一样啊，在一个逆行的阶段，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三维世界这个星球里边业力的洗礼，也包含了我们个人的很多事项正在发生着积极正向的转化。起码对于第二排朋友来说，这是积极正向的。你们将飞向哪个方向啊？我认为你们将展示自己，你们将站在一个更加大的平台当中，真正的把你的能量实力，把你真正的真实你的真实展现给世人。有可能你们拔掉了这个心轮上的宝剑已经重新得到了很多事件背后的你的课程有可能之前是人际关系上的、情感上的、功课上的，这个三维世界有可能要把一把宝剑插到你的心轮上，原因在于需要去平息和需要去
消灭啊你内心当中多余的贪嗔痴慢疑以及怒火。有不少的朋友，我认为在这堂修行当中，你们注定的有可能失去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你注定的要去面临灵魂暗夜当中比较暗淡的惨痛的让你悲伤的课题。但宝剑三的逆位配 Judgment 就代表了你的福利到了，你的高光时刻到了。OK， 你可以得以上升和得以看到旷野的时候到了。而在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其实会更加柔和和温柔的来展现自己，并且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你们会非常独立啊，保持一种独立，也保持一种勇敢。那我们在牌尾这边呢，看到了好愚人牌和恋人牌的逆位啊，下半年里边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遇见一些恋爱的机会和机遇啊，你们去了解和认识一些人的机会和机遇，他们会帮助你脱离掉一些，比如说孤独，或者说比如说是方向性的偏斜，比如说我有点模糊啊，我看不到方向啊，这种迷蒙感呐，等等。但是呢，宇宙在教我们的是什么？通过这些人去让我们的灵魂升级和合一。有些朋友会说，哇，永远都是课题，我在感情上能否有一个更好的安排和交代啊？宇宙为你安排了最好的可能性，就是升级你自己啊。紧接着就是在你的受想行识啊，包含了色受想行识里边 ，Seven of Swords， 我们看一下啊。Eight of Wands 权杖的8号，这边是权杖的10号。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是背负责任和压力的，你们有好多事情是做不完的，所以在感情这件事情上，你们其实是心有余啊。这边有 Two of Cups 圣杯2号，等待的是灵魂伴侣而力不足，所以这出现的是 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和王后牌的逆位，就代表了其实一些朋友在下半年当中感情不是最好的那个时机，但是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通过心灵的震动连接更多灵魂伴侣，并且可以去找到那个对的人，但你们需要在三维世界当中去在对的时间合一和踏入对方的世界，因此有可能呢，你选择到的对象当下也在一个步履蹒跚、比较充满的这种荆棘或者说充满考验的一条旅程上。那我认为很多朋友啊，你们整体的下半年里边飞向的方向是让自己面对公众，或者说你有可能会提升你的个人形象，你有可能会在公众平台展现自己，你有可能会得到升职加薪，或者说拥有话语权、话事权的机会，你真正的爱会展现出来，你真正的意图，以及对于很多事情你的态度会展现出来，你不会别扭，也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过度的受委屈和迷茫。这些阶段都已经过去了，但从反方向上来说，你们也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啊，这些任务是你们当下必做的，所以有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发展你们的就是进一步扎根和发展你们的个人生活，要在未来的这1年当中慢慢的去拓展，慢慢的来经营。如果第二排的朋友啊，你们当下的重点是要先发展自我，发展自身，或者说先让自己去学会爱和播撒爱。我看到圣杯皇后和 Judgment 是非常有爱的人，不管你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一些朋友是法律啊，是管理类啊，还是金融数字类，有些朋友其实你们是艺术类的，你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将你们的真实的智慧和能量以及爱展现出来，这就是太阳和圣杯女王的意味，所以这个世界是非常需要你们的。那第二点就是有可能有很多迷茫的人，他们需要你的能量。有些朋友会说，我不是做身心灵工作的，做身心灵工作的朋友就不用说了，光之工作。那如果是不是做身心灵工作的朋友也是一样，因为你很闪亮，有非常人需要你的光和需要你的爱，以及包容、指引等等，所以他们有可能会误认为在你身上体现的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讲无条件的爱。那相反呢，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对这个三维世界的爱，对于大地的爱无条件，但是你们在这个小我的爱当中，跟很多人的接触里边一定要有条件，一定要有原则，一定要有边界感，这个会帮助和保护你们甚至也帮助我们呢去脱离掉一些似是而非的，是暧昧又不是暧昧的，是合作又不是合作的当中掺杂了太多信息和太多可能性的关系我们看一下
觉得在个人的发展和心情上，第二副牌朋友是非常拨开云雾见天日的。但有可能在今年的10月到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你们的一些新的计划也将会摊开来给宇宙看，这是一个汇报成果和展现你的这个三维世界真实状态的时候啊，是你要取得学分的时刻。所以更多的朋友在今年的7月到10月期间是忙碌的，有很多琐事，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啊。紧接着就是一些朋友啊 The Magician The Moon， 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牌。 Seven of Wands， 宇宙好像让你要很多事情要自行解决，就是你们在学会独立以上是更加独立，然后非常的机警非常的聪明来面对当下的各种挑战。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飞向的方向其实是一样的，是成功和胜利，但跟第一组的不一样的是，你们的成功和胜利来的会比较明显或者说它会是一种你个人的魅力突破之后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我认为你们有可能没有为自己设置一个诸如成功诸如胜利我非成功不可这样的一个指标，但是宇宙在检阅了你一切的改变和一切的行动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给你非常重要的机会和非常好的结果。所以很多第二牌的朋友，你们在下半年当中是可以披荆斩棘，通过自身的能量以及你们的智慧和感知能力，找到你们的发展之路的。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很多朋友你们要学会的是独立有可能周围的能够去帮助你们的人，他们的要么就是距离遥远，要么就是能量比较稀薄，或者说他们是有心而无力的，自己身上有可能也有非常多的问题，而你们反而是能量更大的个体，你们仿佛在照耀和指引着更多的人所以说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耐心和功夫。看一下在情感上是什么样的我们这边看到大家不要太过介怀出现恋人牌的逆位我们这张牌要自己飞出来，那我们就让它飞出来吧。Page of Swords 是保持学习，保持一种疯的态度保持一种对于信息的敏感度，然后查知到信息的过程里边，你们可以去做非常好的一些新的安排。这边有魔术师的逆位，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有看见的，有可能在7到8月你们会看见一些事情，就之前你有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看见这些问题的实相是什么，真相是什么，它真正的运作法则是什么，这个人的真实态度是什么，这个行业背后的某一种规则是什么。而宇宙呢，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在教会你们如何去把握更多的信息和情报，而不是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过度的压力和焦虑。有一些朋友你们是过滤了，有些朋友就过滤就是想的太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了，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当你们想要去施展你们的能量，施展你们的法术的时候，由于这是一种孤立的态度，我一个人要去对抗整个世界，一个人要去对抗这整个事情，我要把它搞定，你们内心里边的一些底气和这个体力精力都是不足的，所以在8月左右有可能你们会发现一些方法，甚至是捷径，甚至是非常好的一些解决的途径吧然后来帮助你们呢真正在这个过程里边 King of Pentacles 拥有资源，解除掉危机Two of Cups 拥有更好的合作。所以我们反复飞出来的牌有什么？有这个宝剑的侍从牌，有这个魔术师的逆位，还有圣杯2号。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卡牌呢，它也比较小颗所以我们有可能要怎么讲，拿出来大家可以才认真看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几张牌，这几颗牌代表了有你意外的合作，有意外的赏识你的人，有可能当下你没有看到，因为魔术师的这个领结处有一颗3眼也就是说当下有可能你还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办法和方式会来到你的世界。而且呢，一些朋友你的灵魂伴侣即将到来了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在感情上有可能一些朋友是我要突破这么多，我要不断的上升，我怎么能够找到共频的人？跟你共频的人必定会出现，而且通过这种共频，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会连接到你的灵魂家园，也会连接到你的灵魂伴侣，并且一些朋友是在感情上即将修成正果的阶段但是在下半年里边有更多朋友是你的个人能量的突破。如果说是正缘这个信息的话，在当下看到的你会成为他人的正缘，就是说你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姿态去展现你自己然后有一种
已经成熟了，已经在散发你的能量了，并且有很多事情已经稳了，稳操胜券的感受。那在爱情这件事情上，有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还要再稍安勿躁一下。我们看一下感情上是什么样的，好吧？看一下感情上的。我们先看到恋人牌的逆位配愚人牌，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怎么还是这张宝剑王子啊？有人要来了啊！宝剑王子要来了。Anyways， 这是一个有可能，有些朋友是年轻一点的，对方有可能和你是有一定年纪差异的。还有看到圣杯王后配宝剑王子呢，那这有可能就是你们之间本来在文化背景上，在家庭背景上啊，在你们当下的这个任务目标上是有一定不同的。这个反复飞出来，然后给第二排的朋友画一个重点符号。好，我们再重新洗一下，有很多牌在飞出来。我们再看一下啊，在感情上，我们下半年的方向是什么呀？Eight of Swords, Two of Cups。好的，这是你的灵魂伴侣啊。要不然就是对方呢，他觉醒了，他开始发现跟你灵魂伴侣的连接了。如果这是一个旧人的话，他也会跟你有心与心的连接，会跟你谈心里话，会有行动的。虽然说不快，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在用他的方式告诉你的重要性。还有就是呢，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完全能量不同的两个人，但在心灵的范围当中，他是你的心灵归属。所以这个恶魔牌的逆位呢，代表了第二排的朋友啊，不必在这个感情里边过度的担忧，有可能他表达的这个方式和你不同罢了。Queen of Wands 这边有一种年下恋情啊，或者说有一点点女强男弱的感觉。如果是男生朋友来到这一组，你遇见的对象非常有魅力，他很有张力，他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具有他的个性的认知以及经验啊，这样的很有魅力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阴性能量的朋友，女生朋友，那我觉得对方呢，首先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她有可能跟你是一刚一柔的组合。如果他是男生的话，我认为在他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你的守护他有可能在经验上，在很多事情的能力上，并不如你当下这一般的类似于一点点炉火纯青的感觉，但他会非常展开心灵的去面对你，去跟你交流，而且他有可能也是一个极度的欣赏你和了解内在的你的人。所以我觉得在今年的下半年，尤其是11月、12月、1月12月到1月之间我给大家这个时间吧。其实从10月开始就已经到来了。那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就过了未来的3个月，你们在感情上是容易翻身的。如果在夏季是出现的是分手因为我们看到恋人牌，5月、6月、7月是一个分手的状态呀，或者说不舒服的状态呀，或者说隔了很远的距离有些朋友是异地恋见不到对方在视讯当中会吵架，会没有办法找到共通点这个人会在对下半年当中有很大的转化。在感情上，第二排的朋友，宇宙在给你安排了反复出现圣杯2号灵魂伴侣、合作对象、懂你的人愿意去了解你的人，可以和你去面对面，甚至是进行未来更多的合作的人。所以我觉得当下一个阶段感情上的一些起伏，并不代表第二排朋友你们的感情运势不好，你们的感情也正在飞向一个质的提升、质的飞跃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整体的方向上我们分析完在我们的个人魅力展现上，方向是最好的。我们在越飞越高，能量越开越广going forward， 你在向前走嘛。所以当下在坚持的事情，大家可以去继续做。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你们会有曝光和展露自己的好机会，因为我们是一个网络时代嘛，我们要面对大众和面对更多的人群，基本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在整体的下半年度里边，你们会有一些意外的出行然后散心找自己这样的机会先找到自己，你的能量才能够得以有一个支点去迸发嘛。也有不少朋友你们会展露真实的自己，就是以前有可能你会去迎合周围的人，你会去保护自己有可能也会承受一些伤害，但下半年里边你们其实是会非常通达的、从容淡定的展现自己真实状态的时候。所以越是这样的话，周围的人越无法，或周围的事情越是无法去卡住你，让你受到委屈和受到责难。
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问题呢，在10月之后会过去。当然，在这之前，这个宇宙的业力在清洗，我们有一些无法阻挡的事情，就让它尘归尘，土归土吧。那在感情上和我们的人际关系上，我觉得很多第2排的朋友，你们在变得更独立，你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我觉得感情你们会脱离一些不健康的恋情啊、地下恋情啊、纠结恋情的状态，真正在你的世界中出现的，或者说存留下来的，是你的灵魂伴侣和真正懂得你的人，对你知冷知热的人。还有就是理解你的灵魂啊，真实的一个样貌、姿态和高度的人。我看到这边有一种风水相配啊，或者说风火相配的一个状态，风象星座配火象星座，水象星座配风象星座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也有水和火的组合。在星座上来讲呢，第2组里边啊，天蝎座、天秤座、双子座。我们3号卡牌是一套星座卡牌啊，所以在这个每一颗卡牌当中，我们都会直接的读到星座。这边也看到巨蟹啊，我们看到摩羯，好，天蝎、牡羊座啊，把这些信息都读给大家。星座只是一个参考，希望呢，将宇宙最重要的正向信息传递给大家。你们的灵魂伴侣马上就要来了，但是我觉得是在你们不期待的时候，在你们做自己云淡风轻的时候，当你们对于感情的这种热望和渴望的程度在降低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在从容淡定的坐回你的位置，国王的、女王的位置，而且你在闪光做自己啊。还有就是，如果是不健康的恋情，如何让它转化成健康的状态，这就是宇宙有可能会给予我们的一些课题了。我们有可能需要在一些过去的经验里边啊，先清空和清理我们的状态，让我们整个的身心灵焕发健康，焕发生机。还有就是找寻新的可能性啊，在这个美丽的旷野里边，找寻你喜爱的花朵，找寻你喜爱的小草啊、大树，然后搭建你的花园。所以很多朋友，你们在下半年里边呢，是可以去扩展自己的。那我觉得本身在排尾是权杖5号啊，权杖8号，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10月到11月之前都是一个面临竞争的状态，是比较乏累和疲惫的，或心里边其实是没有一个底啊。在这个牌里边给大家一个底是你们会成功，你们会完成你们的探索，起码在这个经验里边得到你应该去晋升的部分。不一定说你们的这些竞争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努力的部分也罢，最后呢它是我们料想的完全 success 啊，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你们得到的经验会让你们站在更高的位置，就是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挑战、所有的人事物，最后成就的是你。所以我们看到最中间的一个太阳牌在闪耀。那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说，你们内心小孩也在焕发生机，也在帮助你去觉醒你的灵魂，找到你的灵魂伴侣和归属。所以我看到有非常温柔的对象会来到你的世界，给予你关爱。好，这是我们在整个下半年当中呢看到我们的方向了。那我觉得有不少朋友，如果最近在考资格证啊，如果你们在升级你们的职业，如果你们在学习更多，如果你在做你爱的事情，希望让它能够有一个根基向上生长，甚至是一个疗愈的事业、光的事业，宇宙在鼓励你们去飞向这个方向。高维度啊，看一下对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最后抽几张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卡牌抽的差不多了啊 ，Three of Cups。然后第2张我们这边飞出 Ace of Pentacles，and 我们看到这个翻派来的牌，我们抽出来呀，Six of Pentacles，一样啊，得到多助。我们总说这句话，在上一组里边我们也看到这个信息，化这些竞争和纠结为一种给予，一种无条件的爱和给。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其实是有这种魅力去连接到更多的人，更多爱你们的人啊，有可能在这个大地之上有很多大地之灵和你周遭的人本身就在等待着你的连接，你们有可能需要去走出你的舒适圈，跨出某一个领域。那这边圣杯3号和金币6号代表的是连接更多的人，有可能有灵魂上的善友，好的友人会到来，也鼓励大家呢多去给啊，你们的付出会有回报。还有就是建立属于你非常稳定的一颗事业的金币，所以宇宙会给予你这个 offer。如果在等待非常好事业
机会和合作的朋友，在年尾呢是拥有机会的。当然在这个还是一样啊，现在7月、8月、9月，每个朋友你们的节奏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大众占卜，但是给大家做一个保底，就是我认为在未来半年里边，你们是会获得非常不错的机会和回报的啊。经济上也有，我们这张金币皇后牌飞条飞出来，那我们把它放在这里，这个是大地之母啊，本身它也是跟大地有连结的非常丰盛的女王，它代表了财富的丰盛，代表了扎根，代表了土象的这个能量啊，对于我们的能量的一个滋养。我们看到好多皇后牌出现，这代表了很多朋友在下半年你们的阴性能量呢将会受到滋养和觉醒，然后你们会更多的运用感知，运用你们无条件的关爱来关爱你周遭的人，而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灵魂伴侣自然而然就会闪现啊，就会出现。我看到还有就是你家族的人，你周围的事业合作伙伴更多是爱你的人，对，而过去冲撞你的，跟你有很多竞争，让你感觉很苦恼的这些能量都在散去啊，你的世界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秩序，而且你们将会是丰盛的啊，这个财富上的丰盛和收获也即将到来了。随着你个人能量的提升，有可能一些朋友你打开了你的个人事业发展之路啊，一些朋友你们成为了公众人物和名人，是很受喜爱和追捧的，好吗？这就是我们集体的一个信息啊，集合的一个信息，送给第二副组牌的朋友。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宇宙的建议和指引。我们看我们的 Oracle 啊，神谕卡。第一张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看到什么？这两副牌里边，我们看到海洋、海豚、湖泊、水晶和信鸽，全部都是非常高维度、高频率，然后也让我们有一种视野全开的感觉。有没有旷野呀、这山河呀、海洋啊这些信息？所以第二个牌的朋友啊，本身在今年的下半年里边，你们就是有望去打开你们的小世界，飞向一个大的世界的。宇宙首先给了你一张 Sun in Aries 啊，牡羊啊，太阳在牡羊座啊。其实本身呢，牡羊座就是12宫的第一宫啊，它恰巧也是太阳。对，火星啊，本身是牡羊座的守护星，但它代表的几乎是一个太阳，一个完全的，比如说新生儿的、婴儿的。然后赤子之心的，非常有火的冲动的形象。这张牌代表什么 ？A lead of faith 啊 ，New beginnings。那就是第一张牌，你将会引领你的世界来到一个新的纪元，重新开始啊，拥有新的一个章节。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跟5维度合一之后呢，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你打开了生命当中的一个新的章节和单元。然后看到很多海豚呢，我们这个亚特兰蒂斯的高维度能量就出现了，你和大地的生灵、海洋的生灵，你和整体的天空大地有一个互通啊，所以很多朋友你们就是一个天地之间天然的一个导体啊。这个导体是导能量啊，不只是在导电，在导很多信号，也在帮助自然和宇宙进行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这张太阳在牡羊也代表了每年的牡羊座的生日月啊，4月。我们虽然在看下半年的运势，但是呢，我看到在年尾12月到明年4月之间，有更多朋友，你们是突破一层又一层的层级，你们会走得越来越高。所以当下其实也是一个能量场的分水岭，希望大家可以往更高的方向去瞩目和挪动你们的脚步啊！新的开始马上到来了。第二章呢，我们看到是12号，我们看到这个 Messenger 一个信鸽出现了，然后我们的湖泊上全部都是白色水晶簇，有没有 ？My mind is clear as a still lake。好，我的感受啊，我的心情啊，我的能量场像是非常清静的一片湖泊一样。然后在这个湖泊上，我们可以看到智慧的，然后传达信息的、净化的能量导体白水晶。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就是白水晶的存在啊，你们本身就是一颗巨大的水晶啊，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很高的能量。再者就是呢，你们如果可以让自己更多的定心神，当你可以去清除你信息场和你情绪上的你整个的场当中的变化，让自己回归到平静的时候，你会得到非常高的智慧，你会听到内心的声音。所以也鼓励第二排的朋友多去做清理和净化，以及多去做冥想和打坐，然后让自己回归到一个无和零的状态。这个时候12号牌，你内心当中我们看到1和12，你灵性上的真实的你
真我，或者说一些朋友说是高我、高维度跟你合一的那个我，会给你带来更高的信息。本身你的存在就非常强大，非常高维度，所以说呢，跟我连接对于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功效，是让你觉醒你本身的能力和智慧，也会让你快乐。我们看到 dolphins 这么多小海豚啊，让你快乐啊，让你具有勇气 a leap of faith， 让你具有勇气可以去翻越和飞跃当下的阶段。我们看到海豚在 jump 啊，在跳水。我们看到这个信鸽在有没有向前飞啊？然后我们这个大天使这个 judgment 卡牌也在打开。所以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向前飞吧，向前飞升吧啊！这个飞升的机遇也马上就会到来了。你们可以将过去的一些负面的经验、情绪和感受当成一个跳跳板啊，因为这是宝剑3号的逆位嘛，不经历心痛，我们如何让自己去觉醒和觉知呢？所以这个跳跳板也会让你们跳到一个丰盛富足的，然后可以展示你个性和魅力的时间点，所以多么的美好！祝福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可以在未来的这半年当中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然后也找到这个支点，不断的上升去体验快乐。我感觉这2张牌是清净的极乐啊，体验在灵性上的飞升带来的快乐，带来的智慧，带来的机会。那在3维世界里边，你们会更高度的展现自我，完成一个合一，然后你们会有更高的领导力并且呢，也去结缘和连接到你真正的灵魂家人以及重要的灵魂伴侣这些欣赏你的人事物都在到来你世界的路上，也祝福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更快的收获他们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感恩跟大家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粉色月亮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是下半年我要飞向哪个方向？高我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通过我们今日的卡牌帮助大家传递需要的讯息，帮助到我们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第3副组牌我们是一颗粉红色月亮的天人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依照惯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选到第3副组牌朋友能量如何？我们看到是 Victory 39号，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我们看到这个冠军他所闯过的这个终点线是一个能量的终点线有一种巨大的突破。还有就是我做到了一个奇迹达成的感觉。我们看到他的脚下呢，有可能他所踩的是其他的空间维度，所以我们看到他浮在半空当中，仿佛在飞行，在飞跑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雪山还有松柏的这个形象在下面或者说影像在下边。我们可以看到纯蓝的天空，给我们那种像冬日一般清澈的透彻的呼吸我感觉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整体能量场上下半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Victory 代表的是胜利其实它和我们第一组当中看到 success 不一样。能量是我们仿佛是在一个特定的，不管是一场比赛一场马拉松当中，我们去赢了，我们赢得了胜利有一种赢的感觉。所以这39号本身是一个大师数字一个 master number， 代表了我们通过我们的智慧获得了在灵性上，在个人成长上，在智慧上的一个胜利，并且你们也可以一样在3维事业当中下半年里边赢棋赢得比赛赢得机会赢得掌声，赢得关注。我看到你们会有一种超然于其他界面的感觉，就是你会有一种脱颖而出的这个赢法，然后你会有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有一种黑马的感觉第3个牌的朋友。所以你的这个 victory 它是一个全面的对于你的胜利的同时，也是对于你非常好的一个宇宙的评价，宇宙的回馈。给予第3副牌的朋友是一种指引一种帮助一种超然的让你可以去体悟的境界这个对，找到这个感觉了境界。所以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在下半年里边境界会提升的，你会和以前的视野不一样，你会和以前的关注点不一样，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更加游刃有余的，而且你会定点的赢得一些比赛战役的成功和成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象是一个超人的形象还有就是冠军的形象，有没有
所以说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冠军，你们是超人，你们达到了和做成了其他人一直企及的，但是又非常难以去获得的某一种境界。宇宙呢也将这个胜利的天平倾向于你啊，希望将胜利的这种光环呢，胜利的这个丝带 OK 系在你的身上。好，这是我们第1张卡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副牌啊。我们的卡牌有没有很大的一个能量连接 potential 潜力和潜质，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这应该是富士山吗？好，然后这是一座神山啊，就是我们在地球上很多尤其是山川都是非常重要的入口啊，以及是有灵在守护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星空啊，仿佛是和高维度的神灵进行的一个连接。potential 在寂静的山岭和寂静的湖泊底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能量正在集中，甚至正在呢发散。它不是火山爆发的形式，而是跟星空连接的方式。这一切呢，感觉是暗中在发生的，但是它能量可以大到点燃夜空，点亮夜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某一个阶段的这种爆发力其实是非常强的，仿佛是冠军在冲最后的胜利。你2张牌连到一起，有没有？这个雪山就在你的脚下呀，这就有可能就是你的可以说是守护的地界，守护你的山脉、大地、河流，你的指导灵在这个地方。有不少朋友呢，我看到你们在整体的下半年里边会爆发你的潜力，就是你一直在酝酿的，一直在等待的，然后你在等待突出重围的机会已经到来了，所以你们会有一种让众人意想不到的冲刺和获得成功的一个信号。还有这种成功，它是在灵性上的一种突破，所以你会突破之前的境界，到达一个新的境界。那在整体的这2张卡牌里边，我们也看到雪的能量啊。有些朋友你们住在有雪的、有山的地方，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喜爱攀山、攀岩啊，你们有可能喜爱造访啊各种各样神奇的名胜的地方，或者说跟高维度有连接的宗教性质的这个地方啊，这些地方的神灵都会给你带来非常强烈的帮助和帮衬。有不少朋友是在冬季啊，我们下雪的季节，什么12月，我们这个冬至到来的时候啊，你们将会获得胜利的信号，你们将会去有可能是学成归来，或者说你将会将这个胜利传达给世界。好，非常不错的信息啊！下面我们洗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来看一下，我们要飞向哪个方向啊？第2排的朋友你们已经展翅了啊 ，sorry， 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已经展翅了，所以呢，你们定点要飞向的方向就是冲过这个终止点啊，冲过终点啊。这边呢有一个有可能是高维度的灵性上的，或者是能量场上的胜利的旗帜会为你飘扬起来。你们将会爆发你们的一些潜力、潜在的实力啊。所以你们飞向的方向呢，是目前你周围的人有可能难以意料的啊。这边我们看到第1张 Seven of Pentacles， 我们继续抽啊。但是在你的心中有可能已经定点的为你的胜利开始做了非常认真的酝酿和非常认真的播种。我们第1张就是金币7号嘛。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卡牌什么信息。看一下啊。第2张我们看到是 Page of Pentacles， 金币的侍从牌。好，金币的公主、金币的王子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信息是怎么样的。好，我们飞出来一张 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我们继续看牌啊，好，这边是 Five of Wands， 权杖的5号。Star 星星牌的正位，我们来遮挡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能量是怎么样的。好，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的逆位。这张牌很帅气哦，很 powerful。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Two of Cups， 圣杯2号的正位。这边飞出来一张
圣杯的5号牌，哪一面是正面？这面啊 ，Five of Cups。好，我们这边调出来的是 Knight of Cups in Reverse， 金币骑士的逆位。好，我们最后再抽一张。哎，好，我们出现了这边的牌，掉下来了，是一张 Hermit 隐士牌。好。牌尾呢，我们看到是恋人牌的逆位啊，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阅读一下啊，这个卡牌在说什么。那首先呢，大家在影响哪个方向啊？这边有宝剑5号、权杖5号，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当下呢，如果是工作呀，或者说学业当中，你们在面临比较严苛的一个上司或一个规制啊，或者说一位老师等等，有可能呢环境正在密切的需要你配合，而你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配合度和配合指数都是不高的，因为你有自己的方向和风格，而且你有自己想要去领略的那种风景。因此在当下宇宙正在呼唤第三副组牌的朋友，环境或者说跟我们意见不相符的人，永远都不是要来让我们臣服或让我们去对战的。这3张5号牌出现了，代表其实第3号牌的朋友现在会有一种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感觉，有可能你们已经酝酿了很久了，那在遇见这样的一个困难和现在当下的这一个卡住的状态的时候，有可能在动摇或者是搞砸和搅乱我们的心态啊，这个状态有可能已经很久了，或第3个牌头你们本身就是比较敏感的体质，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贯彻到底的，非常至诚的，而周围外界的一些人呢，反而会让你们总是感受到一种有可能是善变有可能是善于伪装，有可能是善于斗争啊，让你们总是觉得做的这些事情必须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解决，才能够在3维斗到底。宇宙在呼唤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方向是跳脱当下这个界面的，所以你要让自己直升到更高的维度去，你在这个维度场上有更高的胜利，而不需要在这个地方鏖战在原地。很多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呢，在未来的2到3个月是会有突破的，在智慧上和在做事情的风格上有突破。当你们的心态回归到平静了，你会发现，其实外界的很多风吹草动和一些让你非常疲倦的事情，甚至让你要去服输的一些人事物啊，都本身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你最初的梦想和理想是什么，而是你最初这个做事情的精神是什么。你不管在之前你曾经要被迫去让渡什么样的权利，你被迫要去放弃什么，我看到你们其实始终在遵循内心的原则，一步一步的脚踏原地的往前去走。所以看到这是好像是马拉松的最后那么几公里，非常考验我们的是心态，并不完全是战略和战术。因为我看到你周围的人其实并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能量场上的人，所以你们并不需要和他们去争夺什么，甚至去为自己证明什么和辩解什么。更大的一个意味在于你的智慧在哪里，你可以在哪里去深度耕耘。有更多朋友你们好像是从事教育研究或者说你们需要一个长久合作，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呢，去打开你们的你们输送智慧和输送能量的管道。所以在这个3维世界里边，有很多事情是有它的顺列的安排它是一个顺次安排承上启下下来的。我们当下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看到很多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需要的是斩断斩断旧有的一些事情，它的一个发展方法对你们的制约，你们需要突破自己，从新的一个方向和角度上来看待这些问题。那虽然我们总是说想要转换立场去看待问题，但这个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尤其是在3维里边，我们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制限，然后有自己当下要去经营的东西。而这个游戏其实在3维里边就比较难玩，是一个 hard 模式但没有关系。其实对于第3个牌的朋友来说呢，你们的胜利是属于自己的，而且在未来2个月当中，你们是很有望去突破掉之前一些工作上个人发展上的难关。你们现在在内心里边非常需要去放下这种纠结和坚持的想法，相反你们需要看到的是你们最初的这个理想和信念在哪里。
有不少朋友，我觉得你们的一些小人呐、人际关系的冲突啊，让你们落败的这些纷争啊，基本上快要落幕了。但是确实让你和周围有可能已经有了很强的一个割裂感，就是你仿佛在你的维度，而其他人生活在他们的这个维度里边。Anyways，这本身就是一个三维世界到五维度合一的一个客观实相啊，它会越来越明显的发生在我们这颗星球上。三维有三维的生活方式，而五维度或者说更高维度的你有你体现的方式，所以你要去淋漓尽致的去体现自己，而这个过程里边，你需要不断的去抛弃掉那些包袱、那些评价、周围人给你的目光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和一些负累。你在飞向哪个方向？我觉得第三个牌的朋友直接升维的意思就是你做很多事情是直奔主题的。如果有很多人在阻拦你，或者说你的项目要进行啊，你的感情要谈，你需要跟对方去沟通交流，你的人际关系要去搞定。我们这边也是 Two of Cups， 你需要去交流，你需要拿出真实的一个像是以真心换真心的一个感觉，但是往往你周边的人都是带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隐藏性出现在你周边，让你呢感觉到就比较无所适从，或者说你也用了一样的方法，但是呢两边都会陷入一个比较低频率的状态，所以你直接升维的意思就是宇宙希望你能够在原地起立有可能是发大愿，或者说将你之前的雄图壮业，你的伟业继续去铺展开来。尤其是圣杯，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5号，圣杯侍从，不能被情绪所过多的震撼，这个其实是一个虚像，这个情绪其实是一个假象，让你恐惧，让你失望，让你孤独来的。而当你呢真正的华丽转身，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你一时的情绪罢了，你会回到最初的金币王子金币公主的姿态，去仰望你的星空，并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会打破之前的法则和规则，有可能你会破级的跳级的感觉得到机会，得到胜利得到合作，得到 offer 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也可以去将你真实的这个使命履行开来。宇宙永远在支持第三副组牌的朋友。那我看到其实第三个牌的朋友如果你看到了你三维世界有很多阻碍困扰，比如说这边有一些负面的竞争还有敌对然后这边是一种落败的孤独的感觉，或者说我们的情绪是非常受到困扰的。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宝剑5号有一种胜之不武的感觉胜利是胜利了，但是你的对手或者说你爱的人甚至都已经要离开你当然不是第三个牌的朋友，我认为有可能是你周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职场的一些斗争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亲属关系，或者说你在感情当中遇见如履薄冰的一些事件，然后宇宙告诉你的就是最珍贵的是最初的你，而不是陷入这种争斗或陷入情绪，或者说让自己不断的去做什么样的安排和改变。其实你们有很大的一个爆发力，我认为在未来2个月会爆发出来，就是9月的前后有一些朋友是在未来2个月当中你会爆发出来，而且是有一种不破不立的感觉，或者说我就豁出去的感觉。当你这个感觉被真正的激发起来，也代表胜利就是要来到你的世界了。不是说你现在是在进行一个非常极端的活动和行动，相反的是你在去斩除这些负面的事物给予你的干扰。很多朋友我觉得越是在你的这个三维的事情在深入的过程里边，其实你在灵性界面成长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一些负面的经历需要你断舍离需要你认清一些人的真相真实，需要你了解到三维世界中的包含了人性和一些这个事物发展的性质。这就是金币7号你有一颗美丽的种子，它正在长大，你正在等待它结出你最想要的那颗果实。因为我们看到这边的Seven of Pentacles 金币7号，它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我们的果实比较稀薄只有这7颗，虽然是金闪闪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园丁并不开心。因为呢，第2章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金币的侍从牌，它有它最想收获和培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果实在它的手里边有可能这是它最初的这个种子。那它背后呢画了一朵玫瑰花、号角等等，也昭示着新的时代、新的世代的一个到来。所以这个牌里边我看到我们要跨越到一个新的世代，
当然不能说我们被麻醉了，然后一觉觉醒，我们成为一个5维度的状态，我们成为一个高维度的状态，我们马上就胜利了，或者说越过我们人生当中比较灰暗的部分。我们肯定是一天一天过，一分一分过，一秒一秒过的。那这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我们怎么去过？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要刚强，你们要果决，你们在内心里边要坚定和真实的去做自己和面对自己。你会发现啊，你会吸引到，要不然就是我觉得很多第3号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不喜欢这样，或者说这是极端状态，要不然就是灵魂挚友、灵魂伴侣，不然呢就有可能是跟你站在反方向和反面的人，让你呢有可能需要在某一个非常孤独的阶段进行一个自我突破。所以我看到第3号牌的朋友，你们本身的一个能量状态不是那种熙熙攘攘的、热热闹闹的，相反是在一个相对于清修的状态里边去突破自己。如果在事业上，如果在竞争上你遇见了小人问题、难堪的局面等等，千万不要被这个事件折磨心态，千万不要被这个事件内耗，不断的去改变和影响你的初衷啊，然后不断的去质疑你做对不对，不断的去质疑你的能力好不好，优秀不优秀。因为我看到短暂的胜利和短暂的这个算是双引号啊得意啊，如果对方他是真正用负面的能量再去跟你竞争，或者再去跟环境竞争的话，短暂的这个得意会还是一样啊，宇宙在平复这一切之后换来长久的失意，因为这是一个业力，这是一个因果的法则，还是一样。第3号牌的朋友，坚持你该做的，甚至是有那么一点点执着，甚至你要凸显的是一点点跟周围的不合作。在这个9到10月之后，你会发现你所背的一些很沉重的、很包袱式的、很压力式的东西，它会化为你最大的一个能量，去展现你自己，去凸显出你的特别，或者说你的能量、你的存在，并且你可以获得最长久、最久长的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也是你最初的愿望。所以第3号牌朋友可以回头看一下你的愿望是什么，或当下你有这个事业上啊、人生发展上啊，也有感情上的一些愿望想要去达成。这个牌里边我看到这个 potential 它是什么，就是山是一成不变的，是非常稳定的啊，是一直会守护的。所以很多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身上凸显的是一个土的能量，大地之灵的守护的能量。然后我们看到风土能量出现，就是金牛座、摩羯座、处女座，这边水瓶、双子、天平会出现。这是一个我们历经考验的时间点，但没有很久啊。有些朋友会说都几年了，我在历经考验。有些朋友你们本身就是天王的星座，水瓶座、摩羯座是最近这几年的焦点。然后最近呢，我们又加入了这个变动星座啊，双鱼座，因为进入了土星嘛。但其实我们这个冥王换座啊，进入水瓶时代的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它会用一段时间就带来深入的改变，深入我们社会和生活每个细胞的改变，我们人类内心深处，甚至我们人类身体上细胞的改变，全部都在当下这几年里边发生。所以宇宙给我们这几年的时间，看起来是磨砺啊，看起来是煎熬和等待，但实际上这是正常的，或者说这是必经的。对于第3个牌的朋友来讲呢，你们看到光明的时刻快要到来，但是光明呢，在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星球上啊，或者说在时代里面，它要慢慢的展现才可以。那对于大家来讲呢，整个的下半年里边，你们可以看到的方向是一定是胜利的，一定是坚持的，在做什么都要坚持一下，或者说忍耐一下也可以啊，坚忍一下，然后呢，平定你们的情绪，找到你们的这把钥匙和你们灵魂的灯啊，然后继续去研究啊，去学习和去突破，你们自然而然会给这个星球和给这个宇宙带来非常重要的能量和礼物，这也是你们制胜的关键。我认为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哲学智慧和研究者的心态啊，你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会用观察和试验的方式，由浅而入深，并且你们的学习是质量非常好的，不管是学业上的，还是对于3维世界当中很多事项规则上的学习。然后前一段时间都是你在打地基的时刻，当你需要去飞起来的时候，宇宙会给你时间。我看到在今年9月到明年的2月，你们会飞起来，而且你们有可能会超越你的情绪会跟你的高我吧进行一个融合和合一，就是你会回归到一个比较智慧的状态。紧接着一些朋友呢
我感觉到啊，这个7、8、9啊，现在是7月，马上到7月了啊。Nine of Cups, Four of Swords。Two of Pentacles， 很多朋友你们在一个转弯，你们在一个需要转弯的时间点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转换立场，转换我们的轨迹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圣杯9号啊，代表的是如果现在资源是稀缺的，或者让你是不满意的，让你在情绪上有不安全感，或者说目前那个财富呢，你处在一个要去花这个财富没有办法去徜徉在你梦想当中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这个圣杯9没有，天上飘着一个抱着胜利号角的女神啊，胜利的女神和财富的女神。哎，她甚至非常的性感，非常的婀娜。然后我们的这个有没有我们的爵士吗？还是乡绅啊？好，正在这9个圣杯的城楼上望着这盛大的、美丽的、幻想一般的风景。逆位的圣杯9号代表了现在的这个状况不如你的想象，你没有什么能够去畅想的了，你好像在对着这个枯枝等待这个美丽果实的出现啊，突然的出现等等。那宝剑4和金币2代表了不能在原地里等，你们需要去有2把，你们要把这2把刷子都运用起来。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可以发展副业呀，你们可以发展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你们需要去敞开你们的视角，并且金币2号有种炫技的意味，没有在城楼上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这个年轻表演者他的表演，金币2号。所以这个金币2其实本身也代表了一种 balance， 一个平衡，阴与阳的平衡。你可以做多项选择，你的力量是无限在循环的，你可以去变戏法，你也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定的自我保障宝剑4号的逆位是你不要让自己再沉睡了，重新的站起来。所以说现在这几个月是马拉松的赛跑，我们在跑一跑的时候，大家可以调整呼吸，慢下来跑，也可以一边跑一边去抒发和释放你们之前的一些压力和紧张。你们需要瞄准的依旧是胜利，但这个胜利其实对于你们来讲并不是小事上的，比如说我要一个 offer， 我要一个成就，我要去击败谁啊？本身对于你们来讲，这种胜利其实是你灵魂里边需要的和谐、稳定、安然，能够理解你的人在你的世界里边，你们可以一起共事合作。本身这也是一个理想的，这个世界里边的合作形态，我们群居生活的一个形态。所以如何让这个事件体现，你们要像变色龙一样改变一下你们的色彩，而不能我们之前讲的是内在你们要坚持，但是在行动上你们其实可以在方法在资源上多看一些机会，甚至一些朋友你们可以转业了，你们可以去操刀开始副业了，你们也可以将自己之前一直在积攒的想要做有没有做的事情提上日程了。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我们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好，我们看到是宝剑3号，然后这边呢圣杯侍从和权杖的侍从。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 The World 世界牌 Four of Wands Eight of Cups。 一些朋友是分手了吗？你在感情上有可能有一些负面的经验，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们被迫要分离两地啊，你们被迫要有，也不一定是被迫的，你们有可能有不一样的人生信条和目标点。所以有可能一些朋友走着走着，你和你的伴侣，你和你的好友，你和你的另外一半灵魂伴侣走散了。一些朋友会觉得是让我非常心痛的经验，或者说一些人的离去背叛改变，是让你们觉得人生当中非常彻底的一个变化，巨大的一个变化。而当这个变化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上这个天使，他很像是阿波罗神，有没有？他在将光展现出来的时候，也在通过他的权势的视野权势之眼来去扫描我们整体的这个世界里边的因果。因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需要最后的一个审判，所有人的希望即将到来。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在当下这个阶段里边，你有可能会伤离别，无奈于一些人生的重大转变，在亲密关系里边找不到方向点，选择逃避和被逃避有可能是第3个牌中你们面临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背后 Eight of Swords
宝剑的8号 ，Eight of Cups，Six of Cups and the Four of Swords， 还是一样的牌。在这个背后，你们需要看到的是，你们并不需要谁的营救。我们这个圣杯6号也是一个小美人鱼啊，她在水中，有可能她在跟王子打招呼，等待王子的这个救赎啊。我们的牌尾怎么这么可爱啊？这边好像有一个父亲正在看着自己的小孩，在谈恋爱啊，罗密欧与朱丽叶嘛，不是很开心。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这个救赎本身是宇宙带来的，还有就是这个鹰的存在，鹰的飞来，也揭示了一个真相啊。宝剑8号被困在原地的人是自绑手脚的，是自己没有让自己去站起来和看到这个广阔的空间。本身这个绳索是松着的，但在正面的意味上来说，我们好像被迫困在原地一样。其实宇宙在告诉大家，就是这个角度是你们自己来找的。还有就是结束一个沉睡的期间，你们要觉醒自己和真正站起来为自己做事情，捍卫你自己的一个能量，也是在当下这个下半年里边做的非常正确的一个事情。因为宇宙在帮我们去洗礼一些业力啊、因果啊，然后帮助我们去平复一些这个三维世界必须去改变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也正在环境的改变当中寻找机会。你们是能够被救赎、被帮助和被喜爱的一群人。我看到，如果是被迫两个人要走向不同的方向啊，在感情上，这边是 Three of Cups 圣杯3号。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就这样直接抽牌了，好吧？我们抽一张塔牌，看到是突如其来的这个改变等等啊，一些朋友在原地等了很久，或者说对于你们来讲，这个感情是非常需要一个答案的，甚至有的时候一些朋友会因为感情产生一个报复的，或者说我想要去一战究竟的，我想要去证明自己的心态。不需要，你们可以完全从这个地方解绑，你们可以放下，因为这只是你当下的一层幻境罢了，一个幻想罢了。当你从这个过去的经验里，不管是事业上你要证明自己，感情上你要证明自己，你在一个突然的决裂和改变里边被激起了一个胜负的决心和野心。其实主要是你被激起了什么，主要是你能够在这里边找到什么，这就是课题的本身。而这个事件其实对于你们来讲跨过去了反而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看到在感情这件事情上啊，第3个牌的朋友，下半年里边是你和你自己重新商量和对谈的时候，也是你呢就在这个宝剑3，不管是事业上的、情感上的经历里边去找到疗愈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的时候，我们需要将这个盾牌仿佛是一个人他在祭奠他的战友啊，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孤独和一种人与另外一个灵魂他已经相隔在2个世界了，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有些朋友可能经历了一番离别等等但离别本身从来都不是分割我们本身是让我们去看到宇宙更高的法则去合一。这边是一张恶魔牌的逆位，配一张国王牌的正位，还是一样还有一张战车牌的逆位，尘归于尘，土归于土。在今年的下半年里边，你们需要去擦干你们这个脸上的雨水以及泪水，重新的整装待发蓄势而发的时候了。而且呢，你们的祖先帮你们已经肃清了周围的一些负面能量，然后你们不会被绑定和牵绊。这边看到的牌，这张死神牌还是 Four of Swords， 我们把这张牌当成大家的主牌吧。沉睡与觉醒所以说在觉醒过后，你们自然而然的这个城主会站起来，这个国王会真正的焕发他青春的生机，成为又是一个国王。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阴性能量阳性能量来到这一组，我认为其实今年下半年会有一种分水岭的感觉还是出现了尤其是7到10月，你们的能量能不能够得到一个肃清和整合，你们需要精神抖擞的来面对这一切啦。还有就是当你放下情绪，当你放下纠结，当你可以非常正视你现在的一些课题是什么，你们可以很自由很大胆的来面对这个挑战。不过很多朋友你们需要的是 surrender， 如果一些事情它一去不返了，你们需要为自己找寻的是新方向，而不是驻守在原地这张权杖7是自己与自己的对战，因为你看到其实他的面前没有任何敌人，敌人都已经消失，都已经溃败了，都已经消散了，有没有？但他呢，在正位，在正面来讲，他还在一个防守姿态，而且权杖7本身是胜利的，但是他是一个人的战役的意味。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第三个牌的朋友，当下这个阶段是你与自己的战役，和你的周围世界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关联。为什么啊？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说，我遇见很难缠的客户，我遇见很难做的工作，我的老板很难去取悦，然后有可能一些朋友是压力比较大的，是你当下在面临的一些东西是固定的，你需要去突破的。比如说你要去升级你的事业呀，可能你固定的要去做好这些安排和准备等等。但是宇宙会在对的时间呢，让你充满精力，让你充满智慧，让你也超越。原因就在于你积累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所以很多第三个牌的朋友，你们要自信，要放下纠结，然后在情感层面上来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交叉的，它是分开来想的。所以你们要把自己的感情啊，无论是感情还是亲情、友情等等的一些问题抛开来分析，这都是你的一个课，让你去学会专注，学会去评定，学会去看重你的目标和你的这个个人实践。你们在成长，然后你们的潜力是无限的，宇宙在给予你们机会去突破这个功课。所以下半年你们在干嘛？三号牌的朋友，你的方向呢是成长。很多朋友会说，我想要恋爱，我想要轻松一点的生活，我的这个就金钱呢，我的整个的状态什么时候能变好？时间即将到来了，再过3个月，但是还是一样，你当第三个牌的，你把这件事情 Nine of Cups 都是反复的是一样的。这边我们看的是 Temperance， 当你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心结的时候，它就成立为一件事情。当你不再在意这件事情，甚至让它去发展吧，随它去吧的时候 Temperance 出现了，也就是说你的智慧和对的时机就已经出现了。你什么时候能够超越这个课题，你就会飞升啊，你就会向上直线提升，你就会直线的成功。其实你的道路永远都没有敌手，你没有对手，你的对手是你自己，好吗？然后时间点送给大家，9到12月，很多朋友你们将会飞跃一些课题，也会取得胜利，取得成就。一些朋友你们将会去展示自己，也有机会去实现梦想。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会打开梦想的旅程，做副业呀，去到你们喜欢的这个行业里边去。如果是学生朋友的话，其实你们在长久的耕耘之后，会遇见非常美好的成果，这个是谁都夺不走的，因为你的实力呢是时间的积累体现出来的。很多朋友，这是你需要你需要去正视这一切并且将你的情绪一扫而空的时候。现在呢，不是回首过去去总结我们失去了什么、心痛的时候了，而是我们需要迎接胜利的时候，好吗？属于你的胜利，我认为一旦你突破了，你的胜利是硕果累累的。有可能你通过了这一个胜利之后，你成为了冠军，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闪亮的公众人物，或者说其他人眼中的星星，你会自然而然的突破第2关、第3关、第4关，因为这个积累已经建设出来了信心和这个实力已经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可以去驾驭它，运用你的实力和技巧。Potential， 你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宇宙即将找一个机会让你去爆发一下，试炼一下你然后到底积累到什么程度，就看这个机会。第3个组牌朋友愿不愿意去创造和自己去抓住它。我认为你们是只要到了你们对的时间，你们都可以走得出来，好吗？鼓励大家星座上给大家一些提示我们看到刚刚是土象和风象是比较多的，因为水瓶座、处女座，我们看到一些水象星座的朋友在这一组。当然这个风象里边还有双子座、天秤座，水象有双鱼、巨蟹，有天蝎座。星座只是一个参考还看到有射手座存在在这组里边。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瞩目的是爱你们的人，可以和你们合作的人，而这些跟你们无法去连接共情的人，你们自动的需要把他们筛选和排除在你的能量范围之外，就是你不再 care 他，还是一样直线升级，而不是跟周围做这种竞争，做一种游戏和比赛。然后你们是胜利的一方。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Sun in Libra， 今天我们抽到都是 Sun， 都是太阳。Sun in Libra 是一个月份天平月天秤月，就是我们的9月尾10月天秤座的宝宝们过生日的时候。这张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对天鹅、玫瑰花，爱情上的收获 harmony， 和谐所以说这个牌里边说 Enjoy life with music, love and romance
让你的生活里边充满了音乐、爱和浪漫啊，去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第三个牌的朋友，你们要调剂你们的情绪啊。我们刚刚所说这些课题啊，什么什么的，需要突破的东西太多了，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说，哇，真的是好苦啊！你们的生活里边是一定有非常美好的瞬间去享受的，而且很好的是，一些朋友在下半年里面收获爱情了，一些朋友正缘要来了。虽然在刚刚我们的牌里边看到的是你要如何去排除和排解掉你心轮上的一些旧有的记忆。如果一些朋友一直是单身的话，也一样，有可能它是原生的家庭的，有可能它来自于你灵魂深处的一些负面记忆。但是啊，当你真正的走到一个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啊，这个对的人物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啊。所以一切呢契合宇宙的安排。那在今年的9月、10月之间，很多朋友你们要收获爱情的，可以谈恋爱，可以谈情说爱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天平它给予的是一个金星的能量，里边有爱，有音乐，有一种浪漫情怀，有我们视觉上的审美呀，有色彩呀，然后有我们的有可能如何去装扮自己啊，去享受这个状态，也有在爱情当中的收获和甜蜜啊，或者说合作里面的收获和甜蜜。并且我们这边看到了圣杯2号，灵魂伴侣要出现了。所以这个呢送给第2排的朋友啊，你们这个方向里边是有志同道合的人的，而更多不志同道合的人把它排除在你的能量场之外。那第2张呢，我们看到的是19号，我们看到顶轮在开花，很多花朵。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去接触新鲜的花朵啊，你们可以去插花，或者说你们可以去买一些花朵去装点你们的空间和环境、家居之类的，让你们的心情处在一个被金星照耀的优雅、舒适、美好的状况底下。这张牌告诉我们什么？ I focus my thoughts on abundance and gratitude。 好，如果要吸引财富、吸引胜利，如果要吸引这种灵感的话，你们需要把你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感恩和丰盛上，越感恩越丰盛，越丰盛越感恩，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和闭环啊，我们就不给任何的匮乏以机会。所以说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本身个人的思维的调节非常重要。也有些朋友其实你们本身是沉稳的乐观主义者，也有一些朋友是只是暂时在最近这几个月你的情绪非常起伏。更大的一个条件底下，宇宙在告诉你，就是你的心可以铺展的有多大多平整，你的舞台、你的世界就会有多大多平整，你的这个赛道甚至是天空，是全宇宙，你的潜力呢是犹如山脉和星辰的连接一样延绵不绝。所以说当你们愿意去感恩和平和的来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丰盛、你的财富自然而然的就会像蝴蝶啊、蜂鸟一样聚集起来，这个灵感也会。所以很多第3个牌朋友可以写感恩日记也可以去显化，用感恩的方式去显化然后你们在长期显化的今年下半年，尤其从9月开始，就会一点一点的到来，而且一旦它来了，是绵延不绝的果实和成就。祝福大家在这个播种的阶段辛苦一点点呢，但是也有甜有一些甜蜜的果实马上就要到来了就是浪漫的爱情或浪漫的约会，或者和你们志同道合的人。有更多的时候，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收你们的能量到你们的心轮上，收敛你们的注意力，不要把注意力分散在你周围的人事物，特别是扰人的、恼你的人事物上边。你们需要去 focus 在感恩上面，去显化你们当下的这个财富成就和生命里边的快乐以及美。祝福大家在整个的下半年里边一切顺利、开心、平安和幸福。看到有些朋友在整个下半年里面，你们也在变美你们在你的频率和能量在变得更好和更高，所以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就分析到这里，非常感恩跟第3副牌的朋友今日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